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1号228 Summary Range。题目给定我们一个阵列，里面都是排序好的数字，要求我们把两两相邻的数字放到同样的一组区间内。假如不相邻，就建立一组新的区间，最后以字串的形式输出答案。那区间的定义呢，就是从 A 到 B， 也可以讲成从起点到终点。然后这边的区间是包含头尾的，也就是这边题目讲的 inclusive。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范例。第一个范例输入是0、1、2、4、5、7。那第一个区间会是谁呢？第一个区间会是0、1、2，因为它们内部彼此两两相邻，所以第一个区间的起点就是0，终点是2。那第二个区间是谁呢？第二个区间是4、5，因为它们内部彼此两两相邻，然后起点就是4，终点是5。那最后一个区间就是一个特殊条件的处理，最后一个区间只有一个数字7，那它同时是起点也是终点，这时候输出的形式就不用带箭头，只要输出7本身就可以。好，我们看第二个范例。第二个范例输入是0、2、3、4、6、8、9。那这一开始第一个数字0本身是点落单，因为它和别的数字不相连，所以第一个区间只有0自己，然后输出的时候也不用带箭头。第二个区间是2、3、4，起点是2，终点是4。下一个区间是6， 6一样落单，6和4不相连，6和8也不相连，所以输出的时候只有6自己。最后一个区间是8和9，起点是8，终点是9。OK， 那我们来看有没有什么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第一个，阵列的长度最小是0，最大是20，所以这个长度非常非常短，所以不像之前题目上限可能到好几千或好几万，这边用最直觉的方法，或是我们俗称的暴力法，应该就解得开来，而且不会超过时间限制。第二个是阵列里面的数字大小，最小最小是负2的31次方，最大最大是2的31次方减1，就是把常见的integer型别的大小都用完。第三个条件是，它保证输入矩阵里面的数字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会有重复。第四个条件题目再保证一次，输入矩阵的数字都是排序好的，而且是顺序排列。那我们可以怎么来解这一题呢？我们就回头来看范例1和题目叙述。题目一开始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求我们把输入阵列归类到每个对应到的区间，区间是有头有尾，也是包含起点和终点的。所以这边有2个考察点，第一个考察点是考我们怎么把输入的阵列转成区间的形式，第二个考察点就是怎么把区间输出成最后文字的形式。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考察点，怎么把输入阵列转成区间。那其实有一个很直觉的想法，就是从第一个数字开始拜访。假如它们两两相连的话，就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区间。那假如两两不相连，就创造一个新的区间，如此反复迭代，一直到最后一个数字。所以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因为是空的嘛，所以这边再写详细一点，是一开始这边是空的。那空的时候还没有区间，我们就创造一个区间，给一开始这个数字00。好，接下来就有下一个数字，下一个数字进来的时候，1和0相连了，所以1就和0放到同一个区间，同时把终点 update 到1。好，接下来下一个数字2又进来了，2和1又相连，所以2和原本的区间一起的，所以再把这个区间的终点更新到2。下一个数字4进来，4和2不相连，所以4自己会被放到一个新创立的区间，同时4是这个新区间的起点，也是新区间的终点，然后原本的旧区间就固定下来，不会再改动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数字是5，5和4相连，所以5应该和4落在同一个区间，这时候我们把区间的终点改成5。好，下一个数字是7，7和5不相连，所以代表前面的区间都可以固定下来了，因为7要被放在一个新的区间，所以02可以固定下来了，45也可以固定下来，不会再被更改了。下一个新的区间就是7担任这个新的区间起点，同时它也是这个新的区间的终点。好，再往后看，已经没有数字了，所以到这一步我们已经成功建立所有对应的区间。下一步就是考我们怎么把区间转成字串。那其实区间转成字串也非常简单，因为总共也只有2种 case， 一种是起点等于终点的时候，我们的输出形式只要是字串版本的数字就可以，输出只要是字串版本的数字就可以，因为起终点相同嘛，所以输出是不用带箭头的。那假如起点和终点不相同了，也很简单，就是在起点和终点之上加上一个箭头，这样就完成最后的答案。所以最后的输出就会是
字串，也就是文字形式的答案，最终输出会是0，箭头指向2，下一组是4，箭头指向5，下一组是7，因为7起终点相同，所以7不用再带箭头了。最后这个形式就是我们最后题目要求的答案，以文字的形式输出整个区间的样貌。OK， 好，那现在有了演算法，我们就来看程式码撰写。这边也不难，就是把刚刚白板的精神写下来而已。一开始会有一个 interval array， 这个 array 就是储存之后我们建立区间所要放的位置。一开始从第一个数字开始检查，假如现在区间存在，而且现在区间的尾巴和现在这个数字相连，也就是相减值差异的时候，我们就把最后面这个区间的终点更新成自己。那假如不是，代表现在区间为空，或者现在的数字和前一个区间的尾巴不相连，那我们就把现在当下这个数字放到一个新的区间，同时这个数字担任这个区间的起点和终点。OK， 那到这边我们就完成第一点的转换，我们把输入矩阵转成区间的形式，用数字表达。那最后一步就是把数字形式的区间转成文字版本的区间，所以最后就是把每一个区间取出来，检查它们的起点和终点。假如起点和终点不相同，那就把起点和终点中间加上一个箭头，最后转成文字，就是我们输出。那假如起点和终点是同一个，像比如刚才看到的7这个区间，那我们就直接输出字串版本的7就可以，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好，现在我们来快速测试和提交我们程式吧。好，没有问题，这也是一个简洁又高效的演算法，在时间上达到 PR80 的排行榜。好，接下来我们回来看复杂度，复杂度怎么分析呢？其实实践的成本主要落在2个地方，一个是第一次的扫描，第一次的扫描我们会扫描矩阵中的每一个数字，所以这个长度就会相应于原本输入矩阵的长度，所以这边会有一次 big O(n)。那第二次呢？第二次是输出矩阵的建立，输出矩阵的建立是需要扫描每一个区间，那每一个区间最多也就是 big O(n)， 这个发生在哪个情况呢？发生在今天假如输入的数字都是彼此独立而且不相连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区间的最大形式啊，例如13579，因为它们都两不相连，最后输出会跟原本的几乎一样，差别只是把文字转成字串的形式而已。最后这边会多一步字串的转换，转成文字形式的输出。所以第一步转换的时候耗费了 big O(n)， 在第二步转成字串输出的时候也耗费了 big O(n)， 所以实际时间总成本就是 big O(n)， 分别花在 loop 迭代，还有最后的 list comprehension 的输出。好，那空间呢？空间其实内部我们建造了一个新的 array， 这个 array 会存放我们的区间，最后的输出也是依赖这个区间的内容而决定的。那这个 array 最长会有多少？这个 array 最长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假如今天的输入的长度是彼此都独立，两不相连，那最后这个 interval 也会和原本的输入矩阵一样长，所以这个 interval 空间上的成本最长也是 big O(n)， 输出的矩阵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最后空间的总成本就是花费在 array 的成本，也就是 interval 这个 array 上的空间长度最长会是 big O(n)。那假如还想增强练习区间建造还有区间组合这种问题，强烈跟着做这一题。题项56 merge interval 合并区间，这一题会用到区间已经排序升序排列的特性，还有用到刚刚提到利用起点和终点来判断是否属于同一个区间的技巧，可以造出一个很高效的演算法。好，以上是今天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如果还要讨论或发问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与朋友。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好，我是小松鼠，你的网络助教，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